妻子为偷偷约会，竟将高烧的儿子锁在阳台，不料隔天丈夫却发现孩子竟被活活晒死。更奇怪的是，孩子明明才死亡，可妻子竟立马去办离婚手续。正当案件一筹莫展时，刑警只是看了一眼家中老人，竟瞬间找到了破案关键。而事情还要从不久前说起。魏明将这坠楼案的后续情况说给了韩妹，还是要庆祝她调往检察院任职。两人正在用餐的时候，魏明接到了警队打来的电话，说是一所小区内有位婴儿发高烧病逝了。接到消息后，两人饭也顾不上吃，来到了现场。从王队这得知，屋里面哭泣的女孩叫做程玲，是死去婴儿的母亲。程玲的父亲正在屋里劝着女儿。根据了解，程玲在出生时，母亲就离开了人世，他们父女二人一直相依为命。9个月前，程玲生下了这个男孩。就在昨天下午，孩子开始发高烧40度，还一直咳嗽。程玲就给孩子喂了一点发烧药。不是我说，这孩子病得这么厉害，还不赶紧送医院？只知道喂药。在今天早上6点多时，程玲终于发现了不对劲，孩子对呼叫没了反应，而且呼吸变得微弱。她吓得赶紧叫来了120，但等120赶来时，孩子就已经没了动静。医生当时检查后认定婴儿是死于重症肺炎引发的合并症。说完情况，韩妹和魏明来到婴儿这里查看。魏明终于问出都想知道的问题：孩子病这么重，为何不送去医院？王队也是很可惜的说道：都是因为吵架。原来昨天一天，程玲和老公陶和平一直在争吵。这陶和平还是他们地区派出所的一名民警。程玲不知道听谁说的，陶和平在外面有相好，于是俩人就在家开始吵。之所以叫他们刑警来调查，是因为程玲认为孩子的去世是陶和平下毒毒死的。程玲说，陶和平身为公安人员，有作案经验，离婚又难以避免，所以就下了毒手。要不然孩子为什么死得这么快？你看，这不争闹得不可开交吗？还要求对孩子进行解剖。听到这位民都忍不住问，孩子到底是不是陶和平亲生的？王队也怀疑过，但鉴定结果孩子确实是陶和平的。既然人家报了案，这件事就得好好查一查。这里介绍一下，按平常来说，被调往检察院的韩妹不应该插手警队的刑事案件了，但由于案件中涉及到公安民警，这下检察院都必须得出人来调查。韩妹初步看了看死去的婴儿，问王队现场有没有异常情况。王队让警员们都勘测过，在程玲家中并未发现有任何的尸毒痕迹。这时程玲在一旁情绪又激动起来，跑过去找上王队，死死咬定就是陶和平下的杀手。他昨天晚上还跟我说，陈琳，你要是跟我离婚，他就不会让我好好过，他要让我痛苦一辈子呀！公安同志，你听听，他都起杀心了呀！你一定要不要放过这个杀人犯呀，警长！你们一定要为我儿子伸冤，为我儿子伸冤。如果他真的犯了罪，不要说他是派出所的，就是公安部的，我们也绝对不会包庇众人的。放心，谢谢你啊，王大队。既然家属要求，就把尸体运回去。到底是死于病因还是投毒，一解剖就知道了。随后，警员们应程玲的要求，将孩子尸体给拉回警局。路途中，韩妹问起程玲父亲怎么看待自己这个女婿。王队也了解过，这程老头是出版社的，是一个文化人，非常冷静。他看到女儿说女婿投毒，还指责说可能是程玲伤心过度，产生幻觉胡说的，还提出根本没必要对着孩子做尸检。警员也调查了陶和平离开家的时间，是在今天早上56点钟的样子。昨晚这夫妻吵架场面也是十分混乱，又是砸东西，又是推推搡搡，双方也都没有说清楚。王队一听感觉不对劲，派出所平常可都是7时8点才上的班，警员对此也做了调查。今早是派出所接到了特殊的行动，所以警员们基本都是在5点多到的单位。陶和平也是一样，同时警员也走访过陶和平的朋友，他们都说过陶和平的人品还是挺好的，投毒这种事基本是做不出来。而且根据邻居所说，陶和平他们家昨晚断断续续吵了一夜，邻居听得算是非常的清楚，他们直到早上45点钟争吵才结束。孩子的哭声邻居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，昨天晚上孩子的哭声呢比较大，到了后来越来越小，好像到了4、5点钟，孩子突然哭了2声，以后就再没有声音了。说归说，一切还要看你们的尸检结果。孩子被送回法医室后，韩妹和魏明开始做第一次尸检。剖开后发现，孩子结膜下没有明显出血，心脏结构正常，肺部却有非常严重的炎症表现，组织识别明显，还伴有液体浸润。单看这些，确实和医生的判断一致，像是重症肺炎致死。为了稳妥起见，魏明又做了毒物筛查，结果出来后，尸体里没有检出任何有毒物质。到这一步，案子几乎就要按病死收尾了。王队拿到报告后松了口气，还特意派人去程玲家，想劝他别再往投毒这条路上钻，也让程老多开导女儿，凡事还是要讲证据。当天晚上，王队心情一轻，甚至还给大家买了椰子，像是总算把这摊事处理完了。可韩妹始终觉得不对。回到家后，
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白天那具小小的尸体一直在他脑子里转。他突然意识到，第一次尸检时，大家重点看的都是胸腹和内脏，头部却没有彻底复合。再把时间线重新捋一遍，他越想越觉得别扭。120判断死亡时间大概在早上6点左右，可邻居却明确听见4、5点时孩子还在哭。如果真是重症肺炎，人在临死前通常会有明显衰竭和昏迷，不太可能还发出那么清亮的哭声。一个病到快没气的婴儿，怎么还能在那个时间点哭2声后才没了动静？韩妹越想越心惊，立刻联系魏明，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，给孩子做开颅检查。第二天，他把自己的疑点告诉王队。王队起初也犹豫，毕竟第一次尸检没提示脑部受伤，可为了不让孩子死得不明不白，他最后还是点了头。再次上手后，韩妹刚切开头皮，目光就定住了孩子的颅骨上，赫然出现凹陷性骨折，而且不止一处，伤得非常明显。这一刀下去，之前所有肺炎致死的判断瞬间被推翻。韩妹马上把情况汇报给王队。王队第一反应是不是夫妻俩昨晚吵架时乱扔东西，不小心砸到了孩子？可韩妹立刻否掉这个猜测，因为2处骨折的位置很接近，角度也几乎一致，不可能是随手碰撞造成的，更像是被同一种硬物连续击打。他进一步判断，凶器应该是一个长条状、略带弧度、偏扁的硬物。这样一来，邻居听到的那2声哭嚎就全对上了，那不是孩子闹脾气，而是遭受重击时发出的惨叫。王队这才意识到，所有时间点都在同一个节点上收口，而陶和平离家的时间正好卡在那一段。王队当场就想抓陶和平，可韩妹却提醒他，屋里当时并不只有夫妻俩，既然陶和平的时间点能对上，那还有一个一直被忽略的人，也同样有机会接近孩子。这个提醒一出，王队立刻掉头，带人重新回到程家。程老一看警察又来了，神情明显紧张，嘴上却一直说别再查了，怕女儿受不了。王队表面先安抚过去，说这只是最后一次排查。警员继续搜卧室时，在床底下翻到了一把扫床的扫帚。韩妹接过来一看，心里基本知道了七七八八，木柄的形状、长度和弧度和他推测的凶器非常接近。这东西被带回警局后，技术人员开始提取指纹，可谁都没想到，结果还没出来，程老自己先哭着跑来投案了。这个场面太突然了，连王队都愣住。一个外公怎么会亲口说是自己打死了外孙？审讯室里，他一边掉眼泪，一边承认孩子头上那2下确实是他拿扫帚打的。时间就在陶和平出门之后。至于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，程老说的断断续续，声音都在发抖。原来程琳一直闹着要离婚，他最开始并不同意，可昨晚那场架吵得太凶，他在外面听着，已经知道这婚大概拦不住了。程琳还说离婚可以，孩子归他。程老一听就慌了，在他看来，女儿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后面的日子只会更苦，闲言碎语也会一股脑压过来。更何况程琳一直抱怨陶和平回家晚，不帮忙带孩子，还怀疑他在外面乱来。可陶和平毕竟是警察，有时办案晚归本来就是常事，两个人越吵越偏，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能翻出来。程老站在外面听得心烦意乱，他想到女儿要是真离了婚，以后的难处、压力、面子、抚养问题全都会压上来。等到陶和平离开后，他脑子一热，拿起那把扫帚走进屋里，看着还在睡梦中的外孙，对着头上敲了下去1下2下。打完之后，他自己都懵了，根本不敢相信自己干了什么。他说程琳是他唯一的女儿，妻子去世后，他20多年没有再婚，一门心思都扑在女儿身上，只想护住她，帮着她，别让她受委屈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嘴里那个为了她好的决定，最后竟然亲手毁掉了她最重要的东西。他哭着求警方把自己带走，说自己不想活了，还一遍遍冲着女儿说对不起。程琳站在门口听完这一切，整个人都垮了。她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拼命怀疑的丈夫没有动手，真正夺走孩子性命的人，竟然是把她从小带大的父亲。到最后孩子没了，婚姻碎了，外公也把自己亲手送进了深渊。这个家里没有赢家，只有一层层被误解、被压抑、被为你好裹挟到失控的悲剧。